小心云堂，来，李少峰，云堂，窦云堂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已经没有耐心再陪你玩守口如瓶了。李少峰，你不要伤害他。你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，居然背叛我，真是愚蠢。李少峰，我求求你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云堂。放过他？你要看他自己。窦云堂，想不想看到童玉婉一尸两命？李少峰，你尽管开枪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我求你，做事像个男人。放过玉婉和没出事的孩子吧。我为了你能赴汤蹈火，你居然要救的还是童玉婉！云堂，你混蛋！童玉堂，你混蛋！放开我！童玉堂，放开！窦云堂，我会让童玉婉带着满身的血，很快下来陪你，就和当年的清平一模一样。如果清平在这儿，看着你满手鲜血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清平那么纯洁，像雪一样白，你说他还会爱你吗？不要！云堂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李少峰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背叛你了，我再也不会了，真的再也不会了。窦云堂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李少峰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，李少峰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清平，求求你，清平，救救孩子！清平，你不能死！清平，你不能死！这是我第一次遇见清平的地方，你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你，
求求你收留我吧，红玉，一定以死相报。你也算是从男人堆里混出来的，怎么会被黎少峰整得这么惨呀？他太狠毒了，红玉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是他太狠毒了，还是你乱了方寸，爱上了杜允堂？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杜允堂，从来没有过。哼，那你就证明给我看，你对他死心了，我才会相信你嘛。是，红玉明白了。红玉特地来向太太您报丧，您的儿子允堂，他已经死了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被黎少峰开枪打死了。我亲眼看见允堂中了弹，掉进了水里面。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儿子！你个老废物！滚！你为什么怕他？二太太，你忘记这些年这个老废物是怎么对你的了吗？他多少次在杜家上下讽刺你，连下人都不如。大妈，该吃饭了。这么多年你这么照顾我，现在你儿子没了，就轮到我们照顾你了。喂他，快！可这饭都馊了。二太太，你不杀杀他的威风，以后杜家谁怕你啊？喂呀！你要是不喂他，可以。那红雨就只好让下人把这碗东西喂进二太太你的肚子里了。好下场！贱人！你骂我贱人？你作为大房，作为做福的欺压了我几十年，就连我父母病故，你也不许我回去探望。生完若幻之后，你在我每天的鸡汤里下了大量的红花和麝香，使我从此以后不能够再生育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尝尝被欺压的滋味。我等这一天，我足足等了20几年。上面有没有人？来人
玉婉说的对，大酱缸，大酱缸，女人的债斗就像大酱缸，这些女人都是被淹坏的女人。大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记着，你记着，你也会有今天，你们都会有今天，都会有。苏西，苏西，怎么了，苏西？苏西，苏西，小姐，老太太她跳楼了。杜家再也没有疼你爱你的人了。母亲，小姐，母亲，小姐，你要挺住啊！你要挺住气，小姐。给我封了这间密室，让彭玉婉活活饿死在里面！住！你们这些混蛋！彭玉婉，小姐，你婆婆已经死了。顺便告诉你，陆雨豪他也死了。你就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等着到阴曹地府和他们一家团圆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挺住了，小姐。大半夜的来杜家干什么？出去！楚玉婉在哪里？他说无论如何要救她出去，耽误就死。是周少爷吗？周少爷，我们在里面，小姐快不行了。周少爷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哎，玉婉，坚持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小姐，周少爷来了，周少爷来救我们来了。小姐，你要挺住，周少爷来了。周少爷，周少爷，玉婉，玉婉，你怎么样？玉婉，玉婉是我，不是周廷琛啊，我是廷琛。廷琛，玉婉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走。我不走，你不走你会死的。别真生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用我了。玉婉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快去拿几块干净的布，赶紧。生了，生出来了。玉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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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我怎么办？唐玉婉，我警告你，
这辈子你只能死在我之后。你要是死了，这辈子你欠我的，永远也还不上。玉婉，玉婉，你醒醒！小姐，玉婉，你想想孩子，你还没有给孩子起名字呢，孩子不能没有妈妈。玉婉，杜家人对你不好，你就跟我走。这辈子我不会让你们母子俩再受苦，我也不会把你扔给任何人，你只属于我，你只属于我一个人，听到了吗？玉婉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走。我现在是妈妈了。苏西，把孩子给我。把孩子抱回来。你觉得思堂这个名字怎么样？我觉得允堂他没有死，他一定还活着。廷琛，我额娘用鲜血种植了我的鲁莽，如今我也是妈妈了。为了我的孩子，我愿意牺牲一切。玉婉，你这么说的话，让我从此再没任何理由为任何人惜命贪生了。廷琛，送我回娘家吧。好，我带你回家。姓周的，你跟童玉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带她去哪儿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都别想离开杜家，给我上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，是你们要把童玉婉活活饿死在密室里的。今天，如果不是我们两个赶到的话，2条人命就没有了。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先过我这关。给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？廷琛，放我下来。齐了，他叫杜思堂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？就算允堂死了，他还有儿子。你要让这个孩子姓杜，那么你就得听我的话。你回娘家可以，不过这个孩子你得留下，我会让允薇把他抚养长大。我们母子绝不分离。你是铁了心要离开杜家是吧？好，只要你们跨出了杜家大门一步，这个孩子以后就姓童不姓杜了啊！以后你们母子休想回杜家争家产了。啊？我记得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
父亲对你们讲，以后要和睦相处，不再相争。这是他临走前最后的愿望。难道你们全都忘了吗？云薇，算了吧，大房都已经山穷水尽了，就让这孩子平平安安的走吧。我谅他们母子，也不敢跟你争什么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带着司桃再回到杜家，一定。小姐，玉婉，玉婉，小姐流血了，快点送医院。走。医生，大夫，病人怎么样了？失血已经止住了，住院调养一段时间就会痊愈的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不当，他现在最需要休息，请不要打扰他。将军还在等着我们呢，战场上瞬息万变，将军需要你保护。该走了。哟，自己一个人在这喝酒呢？怎么，报了仇，空虚了，颓废了，想自暴自弃了？哼！我看你啊，还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我们金屋只养上海最风光的美女，可不养痨病阿嫂。谁不想振作？可你看看，我现在不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吗？哪里还有什么机会？过来。看见什么了？童宅。如果你能想办法把童宅搞到手，宏宇，我一定能让你重新进入上海的上流社会。夫人，我怎么拿到它？当然是让童老爷送给你了。至于用什么方法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想，凭你的姿色和聪明，搞定一个糟老头子应该绰绰有余吧。老赵啊，这些都是上好的翡翠玛瑙，在我们童家已经相传了上百年。你看能不能再多给点钱呢？就这么多，爱要不要？老爷，太少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谁让咱们是要脸面的人呢？可这简直是趁人之危呀！走吧。二位慢走啊！哎，老爷，慢点。这位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我身子飘，眼前发黑，根本走不了了。这么严重，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吧。好。老爷，她不是杜家的红姨娘吗？她可是我们小姐的仇人呐，咱可不能帮她。童老爷，您可怜可怜我吧。如今杜家家破人亡，我已经没有安身之地了。现在只求
你能看在和杜家是亲家的面子上收留我，大恩大德我是不会忘的。这个童老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，童老爷，如果您能收留我给您做女儿，给您养老送终。玉婉，她不回家，我替她来照顾您。童老爷，您现在是不是头疼得很厉害？是啊，这是老毛病啊。那就让红雨照顾您吧。老爷，万万不可，他一定没安好心的。童福啊，太太活着的时候也是信佛的，她要是知道我们见死不救，一定会生气。再说了，太太不在了，玉婉也不常回家，我也需要有个人帮我照顾家，收了她，让太太在天之灵安息吧。不是，老爷，童福，不要再说了。姑娘，我们走吧。谢谢父亲的救命之恩。不用谢。老爷，雪梅，开门，是我。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沈志佩马上就要亲自来安堂，要不是我让云姑请出柳岩缓了一下，他现在就已经杀过来了。他起疑心了。是，他已经查到你经常来这里，现在只有唯一的办法能保住我们的性命，快治了他，我们没时间了。快呀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不能这么做，他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伤害他。雪梅，你应该知道沈志佩的性格，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后果是什么。难道你就为了这个小东西要害死我们两个吗？他不是小东西，他每天在我的肚子里轻轻地踢我，让我感觉到我肚子里面有一个小生命在奇妙的成长。少峰，他是你唯一的血脉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我怎么能丢掉他呢？我不能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咱们不打掉了，以后的一切我会来处理，我不会让你任人宰割。姑姑，别哭了，望之很听话，望之给你擦眼泪。望之，我没事，啊。望之，想不想妈咪？想。那我带你去找妈咪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拿金夫人的孩子，给我们的孩子争取一个活命的机会。望之，望之，找到了吗？小姐，夫人，我们找了整整1个晚上，都没有找到。
你确定孩子在这儿吗？哦，我确定他在这儿，他经常到这儿来玩的。孩子很调皮，常常走迷路。继续搜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是，将军。报告将军，孩子已经找到，就在那边。望之，望之，妈咪，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，妈咪，我看看你，你没事吧？妈咪，哎呀，想死妈咪了，想死妈咪了。妈咪，我想你。你为什么不怕我？我为什么要怕你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金望之。将军，你抱抱望之吧，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望之，快去吧。怎么办啊？送医院，送最好的医院，送医院，快！望之，啊，大夫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将军，这孩子是遗传性心脏病，可能是昨天晚上天气太冷，这孩子身体虚弱，得了感冒，从而引发心力衰竭。以目前的医学水平，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儿子，望之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了？望之，望之，望之。你真的是我爸爸吗？我是爸爸。好儿子，你姓什么？金望之。不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姓沈，叫沈望之。将军，将军，望之，医生，我要听真话。将军的心脏问题跟望之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望之的先天症候更为严重。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接受了最好的治疗，结果还是无力回天。将军，您的体质非常好，只要您记住，要制怒，要凝神，您就可以安享天年。果真是我的儿子，连病都一模一样。望之为什么会离开金窝？他的最后半年都
遭遇到了什么？望之被贪财的保姆伙同绑匪绑架了，我正要去付赎金，他自己逃了出来，幸好被雪梅夫人所救。望之不敢说出我的姓名，所以雪梅夫人一直把他安排在安堂内，细心照料。这就是雪梅经常去安堂的原因。好了，你好好养病吧。再见。将军，云姑说雪梅夫人染上了风寒，怕传染给您，不方便过来。您看我要不要派人去查一下真假？不用了，方头。将军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回芊芊。是。将军，您真的打算不再追究夫人了吗？我戎马半生，望之是我唯一的姑息，如今却天人永隔。或许这就是对我前半生风流的惩罚。经过这件事，我不想再捕风捉影，伤害一个我不忍伤害的人。将军，您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是望之的死让我领悟到很多。我不是放过雪梅，我是放过我自己。小姐，你真打算出院吗？我看你走路都发飘，能行吗？住院费是无底洞，能少住一天就少住一天。周少爷留给咱们的钱还是200多块呢，你先别为钱发愁。苏西，你拿着这笔钱，再去登一些寻人启事。我不相信允堂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小姐啊，咱们还是留点钱傍身吧。我听说家里的佣人全解散了，你说你要回到娘家，再遇到什么事儿，这可怎么办？那是我自己的家，不用怕。倒也是，这老爷见到司堂，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哎，苏西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全部登寻人启事，找到允堂是最重要的。我见过了阿玛，就去找你。哎呦呦呦呦，老爷，看我的外孙多可爱呀！哎呀，来，给老爷笑一个，笑一个啊！来，坐。哎呦，你看啊！你看到老爷你就睡，啊，你吃了睡，睡了吃啊！哎呀，这孩子一会儿见风就长啊！哦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！请喝茶啊，喝点茶啊，老爷。远呐，我这么长时间也没抽空到医院去看你，你怎么没出月子就回娘家了？住院费太贵了，我只能带着司堂回娘家。司堂身子也太弱，我想找个中医给他看看。怎么，他们杜家不管你住院费？现在的杜家不是从前的杜家了。我在医院的这段日子，也只有大嫂看过我一次。
其他人巴不得我们母子从他们眼前消失呢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啊，女儿啊，吃点补品，好好补补身子啊。不是说家里的佣人都遣散了吗？这个，以前的那些佣人都走了，这是新招来的。不哭啊！哦，这不是额娘的陪嫁吗？以前，额娘只有逢年祭祖的时候才端出来，现在怎么被当成茶碗用了？哎呀，我是睹物思人呐。你额娘离开这么久，我也只能对着这些东西想她。阿妈，逢年过节拿出来看看就行了，用的多了，难免磕着碰着，额娘在的话又该心疼了。母亲会理解父亲的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现在是父亲收养的义女，我还得叫你一声姐姐呢。怎么，你很吃惊吗？阿妈，你忘了他是什么人吗？你怎么能收养这样的人做女儿呢？哎呀，过去的事，咱们都别再提了。红玉这孩子，没你想的那么坏，他一直在帮我，照顾我。你额娘走以后，你也不常常回家，难道还指望你来管我？阿妈，您要人照顾我不拦着，可您忘记了吗？就是这个红雨，他通风报信，阴谋算计，才间接逼死了额娘啊！哎呀，不能总往坏处想。红玉把我当成亲生父亲，一点儿都不嫌弃我麻烦。他对我很好，下厨房给我做饭，帮我调理身体，怕我累着，任何事情他都亲力亲为。我晚年能得这么个女儿，我也知足了。知足？阿妈，有我照顾您还不够吗？为什么您就非得相信他？您这么说，女儿会心寒的。我也是怕拖累你呀。你额娘是怕你抽不出时间来照顾我，所以显灵让她来照顾我呀。父亲，阿妈，额娘不会这么糊涂。玉婉，难道你回到娘家就是为了教训你爹吗？啊，你要是真疼我，那就把杜家的财产多分点给我，好让我度过这个难关。哎呦，父亲，阿妈，啊，您真忍心这么对待女儿？您居然让我回杜家，帮您争家产。如今，父亲的工厂头寸很紧，我们且得预备着应付困难呢。我们？谁跟你是我们？认了父亲，我就是童家人了。哎呀，要知道啊，童玉婉，我这个妹妹在替你尽女儿该尽的孝。妹妹，你也配让我叫你妹妹？我配不配，父亲说了算。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。你现在有什么权利回童家蹭饭吃啊？童玉婉，你搞清楚了，这不是杜家，由不得你在这撒野。这里是童家，我是童家的独生女儿，我和我亲阿玛说话，难道还需要你允许吗？父亲生病的时候只有我在，我赡养父亲比你尽职。父亲想不想跟不孝女说话，我听他的。父亲，走，咱们走。来。
亲。啊，没事。慢点啊，父亲。阿玛，慢点啊，阿玛，阿玛，父亲。你要是再不回头，就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佟玉婉，我自己就没有亲生父亲，所以我当老爷是自己的父亲。我愿意为他端茶倒水，尽孝道。日后生老病死，我一个人全包。所以呢，有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，都没关系。红雨，你给我住口！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的心都在杜家，忙得连父亲需要的天伦之乐都顾不上。父亲他孤苦伶仃啊，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。真的有一天他瘫在床上了，还能指望你吗？阿玛，你难道忍心让这个无耻的女人赶走你的女儿吗？红玉啊，玉婉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现在有守寡了，杜家已经败落了。你不让她住下，让她上哪儿去啊？父亲，我可听说了，杜家得罪了日本人，遭了大难。谁要是挨着杜家呀，谁就得倒霉了。还有啊，父亲，佟玉婉，她为什么不跟周廷琛走，而非要回佟家呢？她呀，是宁可连累你，也不愿拖累自己的情郎。哎呀，我的脑袋瓜子疼得太……父亲，怎么了？太疼了。是不是血压又上去了？哎呀，这里啊，风太大了，我送您回屋吧。走，阿玛，你是生病了吗？红玉啊，要不这样，让同福把客房收拾一下，让他们娘俩住那儿吧。不是我心狠，我是担心你，怕你到了老了还被牵连啊，父亲。算了，我知道，您始终还是惦记您亲生女儿的。这佟家的女儿，只能有一个。我没有资格留下来，红雨就不能照顾您了。父亲，红雨最后再对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要是把她留下来，你就等着佟家满门被日本人砍死吧。不是，红雨啊，你别走，你走了谁来养我呀？如果我瘫在床上，谁管我呀？这，哎呀，女儿啊，爹求你了，你还是去找周廷琛吧，就他不怕日本人，你就不要再难为爹了。阿玛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您真的忍心要赶我走吗？父亲生病，是我衣不解带的照顾他，才让父亲他选择相信我，这也是对我辛苦的回报。不过啊，佟玉婉，即使你不在，我也会好好照顾父亲的，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你们整个佟家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多给他一点钱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女儿，我想着谁都不对，烦死我了。父亲，佟玉婉，你站住！这张是100块大洋的支票，我可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才拿来给你的。你拿了钱
就别再回来了。这些钱应该够你们母子俩去找周廷琛了吧？只是啊，现在你的旧情人未必接受你怀里的拖油瓶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抱着这个小丧门星，抱着他去跳黄浦江了。小姐，小姐，这些是你没出嫁的时候在家里穿的衣服，你带上它，也好与我细细换换。这个镯子是太太赏给我的，你带着它，也能备个急用。童叔，这手镯是你留着养老用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救命要紧呐！小姐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可我现在能帮你的，也就这么点儿。要是太太还在的话，那断断不能让你们母子俩受这种委屈呀！童叔，谢谢你，你要多保重。我走了，这里再也不是我的家。100块大洋。喂，你这支票是假的？假的？你再看看。哎呦，不用再看了，你这是以假乱真的支票单，只是没有我们银行的水印。你骗得了老百姓，骗不了银行，你再闹我们要报警了。不哭，啊，不哭不哭，四航，怎么这么烫？四航，对了，我们还有手镯。当铺，当铺。还给我！那是我孩子的救命钱呢！四宝，没钱你来看什么病啊？我们这儿又不是积善堂。我求求你们了，
先给我孩子退退烧，我马上就去凑钱。不行，这孩子先天不足，轻易救不活的，赶紧走。司藤，妈妈该怎么办？你说妈妈该怎么办？司藤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我要见我阿玛，开门呐！开门，开门呐！有没有人啊？我要见我阿玛，开门啊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少爷的。洪小姐说她只能给你这些钱，你拿了赶紧走吧。你，小姐，我们有钱看病了。小姐，有钱了。怎么闲钱少赖着不走啊？童玉婉，想不到你也有走投无路、生不如死的一天呢。司藤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！你在睁眼看一眼妈妈。司藤，司藤，司藤，你可以看看妈妈。现在你的孩子可以去找我的孩子作伴了。那里有孩子们的爷爷奶奶，还有雨堂，我不会孤单的。司藤，童玉婉，你终于得到报应了。这样看见妈妈。